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《银河护卫队2》。1980年地球，奎尔还未出生，年轻的父母散发着恋爱的腐臭味儿。伊果给他展示了自己带来的种子，说将来他会遍布全球，遍布宇宙。梅瑞尽管听不懂，但还是很爱这个男人。34年后，索维林星上，银河护卫队受命准备阻止一只跨纬度的皮皮怪，连小格鲁特都很积极。皮皮怪登场，小格鲁特插上音箱，电影正式开始。队友死磕怪物，小格鲁特在旁边应援，大家都把小格鲁特当成宝宝宠着。格鲁特骑着星际大耗子蛇皮走位，德拉克斯也决定使出绝杀，他冲进了皮皮怪嘴里，决定从里面杀出来，然而并没卵用，最后还是卡莫拉一招灯笼剑终结了皮皮怪。大祭司雇他们干掉皮皮怪，就是为了保护这种傻不拉几电池。索维林人的生命全部都是用 DNA 在生育甲里面孕育出来的，他们的繁衍手段非常没有感情，但奎尔还是喜欢 old school 风格。他们的报酬也是偷电池被活捉的星云。大祭司看出了奎尔体内流着的贵族血统，还讥讽了奎尔的混血。停不下去的火箭怼了大祭司一顿，火箭偷了人家的电池，大家就准备去柴达星领星云的悬赏。奎尔和卡莫拉有点小暧昧，隐形人德拉克斯给他讲述了自己的风流往事。想吃星际大萝卜的星云被告知没有熟，索维林这时也为了偷走的电池而杀来，小金人遥控的人海战术打得护卫队无力抵抗，他们只能选择空间跳跃到一个安全的星球。奎尔也和火箭争起了驾驶权，索维林人的攻击也让他们的飞船受损。想吃星际大萝卜的星云被告知没有熟，德拉克斯也决定亲自干掉索维林飞船，他跳出去干爆了飞船。此时护卫队也被索维林人包围，飞船被打得遍体鳞伤。突然一股神秘力量救下了他们，秒杀了所有索维林人。一个站在蛋蛋上面的男人向他们招手，受损的飞船跳跃后一路坠落，坠毁在了伯赫特星。队友孩子气的结局让卡莫拉贼劲儿气，星球和方便面也打了起来。救下他们的男人闪亮登场，他就是奎尔的亲生父亲伊果，还带着大眼萌妹曼提斯。康特拉夏星上，勇度刚享受完星际大宝剑，他突然看到老战友史泰龙想去叙个旧，但被抛弃的勇度根本受不到他们的尊重。史泰龙他们的组织叫做掠夺者，因为当年勇度违背信条绑走了地球上的小奎尔，而被掠夺者放逐。史泰龙的不尊重让勇度暴怒，勇度当年并不知情，但史泰龙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。他告诉勇度，你就是战死死在外边，我们也不会给你吹响自由号角。显然当年勇度做的事情让他的老战友伤透了心，跟班们也因为勇度的软弱背地嚼舌。大祭司也赶来和勇度组织抓捕护卫队。伊果给奎尔讲着当年的故事，他当年派勇度去接走奎尔，但勇度不知为何强行把奎尔留在了自己身边，这也让不知情的奎尔对勇度有了意见。伊果想要带他们去自己的星球，顺便好好跟奎尔再续前缘。曼提斯讨好德拉克斯被嫌弃了，他想要摸火箭，结果被吓出了翔。面对突然的父亲，奎尔也不是完全相信他。卡莫拉开导奎尔正视自己的父亲，如果伊果图谋不轨，卡莫拉可以杀了他。他们准备启程前往伊果的老家，留下火箭小格洛特和星云修补看守飞船。与火箭愉快的告别后，奎尔立刻启程。路上曼提斯展示了自己的能力，平时他用来帮助伊果睡眠，他可以感受到任何东西的情绪，也可以改变他们的情绪，例如看到奎尔对卡莫拉的肌肤之爱，又或者让德拉克斯睡成死猪。勇度军团也追捕到了火箭他们，聪明的火箭早已经准备好了陷阱。勇度军团在火箭的安排下享受飞翔的感觉，还给他们安上了杨永信芯片，戒除他们的网瘾。火箭真是太贴心了，但勇度的少剑镇住了火箭，小金人给他巨额悬赏，让他抓捕护卫队。看到外面撞我的星云，请小格鲁特帮他解绑，但勇度找借口不想除掉护卫队。为了奎尔，军团早就想反驳他一直宠溺奎尔的事情，他们说出了心中的不满，扰乱军心，让他们背叛了勇度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忠实手下。勇度的机械旗也被逃出来的星云给摧毁了，火箭也被他电晕，咬了一口星际大萝卜，发现还没熟。来到伊果星球的奎尔不忘听着妈妈的沃克曼。伊果星有山有水，格外梦幻，就像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他告诉了他们自己真正的身份，天神族。最早他的记忆飘忽在宇宙之中，而且是孤独的存在着，时间让他进化变得越来越强，足以控制身边的分子。就这样他一点一点强化着自己的星球，但他想要的不是这个，于是他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人。他探索了宇宙中各种生物，这也让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宇宙的唯一。直到他遇上了梅瑞，他们相爱并孕育了后代奎尔。
当他听说一个地球人手握无限宝石，并且毫发无损时，他才有了奎尔的线索。起义的叛徒们折磨残杀着永渡仅剩的忠实战友，他们一个个被冻死在太空中，永渡却无能为力。为首的小钻风成为了新的首领，他给自己起的外号让火箭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星云和他们要了一艘飞船，准备去伊果星找姐姐报仇。灭霸当年让姐妹对打，输了的身体就会被机械改造，从没赢过姐姐的星云就这样被彻底改造成了机器人，因此他恨透了那个不留情的姐姐和没有人性的父亲。妈妈死在面前的画面让奎尔记在心里，他也责怪伊果为什么不管妈妈。伊果耐心地解释了一切，还教会了他如何运用自己的天神之力。看到奎尔攒出螺旋丸，伊果高兴得差点哭出声来。父子俩也愉快地砍起了沙包。从小被伊果养大的曼提斯被骂丑得惊心动魄，但德拉克斯却对他像知己一样。被感化的曼提斯本想说出伊果的目的，突然赶来的卡莫拉打断了他。路上卡莫拉就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，曼提斯也没有把目的说出口。火箭和永渡被关在了笼子里，他给火箭讲了个故事。他和史泰龙他们以前就像是家人，直到他犯了一个错，把奎尔私自留在了自己的身边。他们也酝酿了一个越狱 2.0 计划。小格鲁特也为这群狗屎折磨，委屈的他被永渡叫去。看到小格鲁特，火箭一脸心疼。格鲁特小小的个子可以帮助永渡偷来最后一个机械旗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哨剑逃出去。萌萌的格鲁特都快要把家搬来了，也没有拿到永渡想要的东西，偷来的机械眼也被火箭私藏了。最终在悔过的副手帮助下拿到了机械旗。他对永渡是真爱，他决定继续听命于自己的船长，带上机械旗进入到永渡的 show time。 口哨响起，所有叛徒的心脏被哨剑踩着节奏贯穿。节奏大师永渡快速地清理着狗屎，小格鲁特报复的机会也终于来了。来到控制室，霸气老爹真正的火力全开，火箭永渡秀的我都以为这部电影叫做永渡和他的小浣熊了。小钻风被永渡的愤怒一剑炸成了火娃，他向大祭司报告了永渡的位置后被烧成了电击脸，飞船也在爆炸下解体。永渡带着兄弟们前去营救自己的孩子奎尔，但他们要面临700次空间跳跃，巨大的压力让他们的脸变得格外喜庆。奎尔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家人，他和卡莫拉斗着舞，这让他们心生情愫，就像一对恋人。卡莫拉感觉伊果有所隐瞒，奎尔也以为卡莫拉嫉妒，和他吵了起来。想要静一静的卡莫拉自己思考着人生，突然杀来的星云对姐姐一通扫射，一路杀进了山洞。愤怒的卡莫拉拿着黄火加特林，打得星云无法自拔。他救出了妹妹，星云只想拥有一个真正的姐姐。卡莫拉真诚地道了歉，两个姐妹成为了唯一家人。看到伊果决定带奎尔去搞事情，曼提斯终于忍不住告诉了德拉克斯真相。伊果给奎尔看到了真正的永恒，姐妹俩也发现了数不清的尸骨。和观察者谈笑风生的神秘老人意外地看见了跳跃中的永渡，他们也终于跃到了伊果星球。这对臭味相投的组合为了奎尔决定端了这个星球，而伊果讲述了自己真正的目的，他就是个球。他行走多年，在上千个星球上留下了自己的种子，他想要统治宇宙，让所有的星球都变成他自己。但一个天神力量无法完成，只有和驾驭天神之力的奎尔一起才可以。成千上万的后代里，也只有奎尔拥有天神之力。当他告诉奎尔妈妈死去的真相，为了计划，他在梅瑞的大脑里放进了肿瘤，这也让被控制的奎尔彻底暴怒。他拼命攻击着这个杀死妈妈的凶手，但伊果却毫发无损。他强行控制了奎尔，还摧毁了妈妈留给他的最后的礼物。两个天神的力量让他种下的种子瞬间成长。队友们及时赶到阻止了他，想要真正杀死伊果，只能摧毁他的命根子。永渡也告诉了奎尔，自己留下他就是为了保护他不被伊果伤害，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为了奎尔。他们为了银河系冲进了地下，决定摧毁命根子。收到坐标的大祭司也派出了人，但他们的火力连伊果的皮都破不了。索维林人的大军也杀到了，火箭利用偷来的电池制作了炸弹，和奎尔亲自去摧毁核心。伊果也已经杀来，曼提斯直接爆发，催眠了伊果。火箭决定让瘦小的格鲁特带着炸弹进入内部，奎尔负责掩护他们，教了格鲁特好几回都没学会。和奎尔斗嘴的时候，小格鲁特直接偷摸溜了进去。星云利用自己的麒麟臂让飞船充能，秒杀了所有索维林人。爆炸的飞船让他们完成了父子着陆。这个时候，奎尔才知道了自己亲爹永渡有多酷。德拉克斯及时提醒了被砸倒的曼提斯，可伊果还是苏醒了过来。永渡的少剑再次秀得我头皮发麻，但他们对天神无能为力。眼看其他人就要被伊果杀死，宇宙也陷入了危机。
勇度最后告诉儿子要用心控制力量，而不是脑子。奎尔回忆起自己的所有家人，愤怒的他决定亲手诛神。他依靠自己的天神之力痛扁伊果。格鲁特也机智地安装好了炸弹。神仙打架，凡人并不能插手。火箭眼泪打转，想要劝勇度离开这里，勇度却决定留下来等待自己的儿子。他拿出唯一的逃生装备。格鲁特告诉他，欢迎加入银河他娘的护卫队。诸神之战还未停止，奎尔撞向了伊果，炸弹就要爆炸了。卡莫拉想要拉回奎尔，火箭却不想失去家人，打晕了他。所有人都觉得奎尔这次必死无疑，即将爆炸。伊果告诉他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没有天神之力了。但奎尔早就已经有了比神力更重要的东西。命根子被炸毁，星球马上爆炸。亲爹勇度救出了自己的儿子，告诉他， He may have been your father, boy, but he wasn't your daddy. 他把自己的命给了儿子。在寒冷的宇宙中，这份父爱让全世界都温暖了起来。勇度离开了，他留给了奎尔最后的礼物，少剑也传承给了副手。老战友们也向他吹响了自由的号角。属于掠夺者的葬礼在银河中绽放。勇度没有辜负任何人，奎尔和卡莫拉也终于成为了爱人。片尾里面，副手练习着少剑，插得德拉克斯痛苦的尖叫。史泰龙也重组了掠夺者，被打击多次的大祭司孕育出了术士亚当。格鲁特也长成了青少年，沉迷游戏无法自拔。神秘白发老人也被观察者丢在了宇宙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欢迎关注订阅瓜皮儿栏目，下一期小蜘蛛不见不散。I think you've done